公元189年，洛阳城风声鹤唳，权力的暗流在宫廷里汹涌翻滚。汉少帝手足无措，董卓挟天子而来，狂妄自大地掌握朝政，朝堂上无人敢言，他的残暴和多疑像利刃悬在每个人头顶。而在众人惊恐中，有一个智勇兼备的大臣暗中布局，步步为营，利用权谋与计策，引发忠义与野心的较量。一场震惊天下的刺杀阴谋悄然拉开序幕。东平6年，公元189年8月，正当袁绍叔侄在内宫诛杀宦官的时候，董卓率领军队抵达洛阳西郊，于北邙山下与少帝和陈留王相遇。他晕促的少帝带着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洛阳城。之前在接驾的过程中，董卓向刘辩询问事变经过，刘辩语无伦次，而刘协却能表述清楚。董卓知道刘协是董太后抚养长大，号董侯。董卓又自认为与董太后同族，于是心生欢喜，萌生废刘辩立刘协之意。于是董卓先是向全国宣布废除汉少帝，然后拥立陈留王刘协继位，是为汉献帝。董卓则自封相国，朝中大小事情都要经过他的批准。董卓大权在握，做了很多坏事，还不准别人劝谏。如果有谁说了一句他的坏话，立刻就会被董卓杀死。大臣们也不敢得罪董卓，都害怕自己掉了脑袋。但尚书令王勇决定为民除害，消灭董卓。这个王勇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他出身官宦人家，家族地位很高。19岁的时候，他就担任朝廷要职，后来做了豫州刺史，随后出任河南尹。董卓挟天子后，任命王勇为尚书令。董卓生性凶险，重权在握，如果贸然反对他的话，肯定只能给自己带来伤害。王勇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为了稳定董卓，王勇表面上装作十分忠诚，对董卓的任何决定都送臣附和。久而久之，董卓便真的以为王勇对自己忠心不二，他也把王勇当做了自己的亲信，不管大小事情，董卓都放手让王勇去主持。自己得了这么大的信任，王勇求之不得。他借着职位便利，颁布了很多对国家和社会有利的措施。别看王勇对董卓事事依顺，其实他也有自己的坚持。朝廷有很多官员反对董卓，令董卓大为恼火。其中有个叫盖勋的，反抗特别强烈。后来他看到自己势单力薄，也知道对抗不了董卓，只好放弃。但王勇认为盖勋是个人才。当董卓询问王勇有谁能胜任司隶校尉这个职务时，王勇首先就推荐了盖勋。董卓虽然讨厌盖勋，但他相信王勇的话，便让盖勋上任司隶校尉。初平元年，公元190年，董卓提出迁都长安的计划。2月17日，东汉朝廷迁往长安。3月5日，刘协入长安未央宫，董卓则留守洛阳。王勇表面上迎合董卓，暗地里则联络社会各界人士，商讨讨伐董卓。司隶校尉黄婉、尚书郑公业等人都参与其中。王勇请示汉献帝，让护墙校尉杨湛担任左将军，让执金玉、士孙睿担任南阳太守，一点一点把反对董卓的人安排在朝廷要职和重要地方官职上。最后，王勇对外下令讨伐袁术，准备让士孙睿带着军队驻扎在道武关，其实都是为诛杀董卓做准备，害怕董卓外逃。狡猾的董卓似乎知道了王勇的打算，他没有让士孙睿出城。王勇为了不暴露计划，顺着董卓的意思，提任士孙睿为仆射，又把杨湛提升为尚书，进一步控制朝廷。公元191年4月，董卓入长安。12月，董卓为跟随献帝入关的人封侯赐爵，王勇被封为温侯，食邑5000户，作为给自己亲信的嘉奖。王勇有点犹豫，想拒绝加封。这个时候，士孙睿提醒了他。士孙睿说，董卓多疑暴力，如果拒绝加封，可能会引起董卓的猜疑，对计划不利。王勇听了觉得有道理，便高兴地接受了董卓的加封。公元192年春耕时分，天气始终不见晴朗，大雨连下了2个多月，农民无法播种，个个摇头叹气。朝廷见此便准备了祭天大礼。王勇和一干人等前去参加，
大家看着眼前连绵不绝的阴雨，想到国家在董卓管制下变得污秽不堪，人人自危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几个人在祭台上商量，干脆借天灾这个机会，开始执行消灭董卓的计划。每拖一天的时间，事情就变得更加糟糕，情况也会无法预料。得到大家的同意后，王勇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。董卓有一个义子，名叫吕布。两人虽然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和睦，其实心里都对对方有着很强的戒备。王勇准备利用两人之间的猜忌心，唆使吕布除掉董卓。一开始，吕布并不反对王勇的计划，但他觉得不应该由自己去刺杀董卓，而要换成别人。王勇劝导吕布，天下人都知道董卓是个奸臣贼子，况且你和他并不同姓，更不应该把他当做父亲，而且他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职责。现在他被世人唾弃，你可不要认贼作父，尽早抽身出来才是正确的。王勇的话简直说到吕布的心坎里去了。吕布想了想，一咬牙，决定亲自上阵。恰好在这之后没多久，久病当中的汉献帝痊愈了，满朝文武都聚在未央宫庆祝汉献帝康复。王勇就在这一次聚会时做好了准备。聚会前，吕布让都尉吕肃从军中挑选出10名身手敏捷的士兵，大家穿着工人的衣服，站在未央宫门外见机行事。没过多久，董卓进宫了。等他一走进未央宫，埋伏好的士兵冲出来把他围了起来，每个人都双眼怒瞪，手里的刀剑指着董卓。董卓吓得高声大叫救命。这个时候，吕布从后面冲出来，董卓以为自己有救了，谁料到吕布挥起武器朝董卓砍下去。董卓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就一命呜呼了。董卓死后，他的尸体被丢弃在大街上，任人践踏，他的家人也全部被诛杀。百姓得知董卓被杀的消息，个个拍手称快。王勇运用智谋，为东汉王朝赢得了喘息的机会，也赢得了百姓的称赞。在这之后，他上任录尚书事，掌管朝廷事务，